在明朝，贵妃几乎不可能成为皇后，不是因为不受宠，而是因为制度从一开始就把这条路堵死了。但偏偏有一个人做到了，他就是朱瞻基的第二任皇后孙氏，大明276年里唯一一个活着从贵妃被册立为皇后的人。制度给位置，策略定命运。为什么这么难？因为在大明，皇后不是妻子，而是一个被制度严格限定的位置。那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故事要从一场选妃说起。明成祖为皇太孙朱瞻基选妃，最后留下2个人，胡善祥和孙氏。结果很清楚，胡善祥被册为正妃，孙氏只是嫔。这一步其实已经决定了2个人完全不同的起点。在明代后宫有一个很现实的规则，你一开始被放在哪个位置，往往比你之后做什么更重要。因为从嫔到妃，再到贵妃，再到皇后，每一步都不是简单的升职，而是在跨越制度门槛。孙氏一开始只是在这个体系的下层，后来他一步步走到了贵妃的位置。但正常情况下，哪怕一路受宠，最多也只能走到贵妃，再往上就很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明代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身份边界，皇后有金册也有金宝，而贵妃只有金册没有金宝。金册是册封文件，金宝是权力印章。没有金宝就意味着你始终只是被授权的人，而不是制度承认的正位符号。但宣德元年，朱瞻基为孙贵妃破例赐下金宝，史书只留下一句话：贵妃有宝，自此始。拿到金宝，她终于站在了通往皇后之位的最后一级台阶上。这不是简单的宠爱，而是制度第一次为一个人让出位置。但台阶上去了，门还没开，因为真正挡住他的是一条更硬的规则——继承制度。在明代，不是谁先出生就有继承权，而是谁的母亲身份更正统。只有皇后的儿子才是正统继承人，而这也意味着一件更现实的事：儿子的身份会反过来影响母亲的位置。此时，皇后胡善祥没有儿子，而孙贵妃成了皇长子的母亲。至于这个孩子是不是他亲生，历史有争议，但制度先看名分，再看血缘。一旦这个孩子被立为太子，他就是太子之母，这就是他成为皇后的入场券。于是在宣德3年，胡善祥被废，孙贵妃同日册封为皇后。大明276年，唯一一次有人活着从贵妃晋封皇后的案例就此出现。但真正的问题从这里才开始，他坐上了后位，但没有被真正接纳。因为在制度和文官眼里，他有一个致命问题，他不是原配，是补位者。这意味着位置可以给你，但正统身份不会自动给你。史书里有个很典型的细节，张太后在宫中设宴，让胡善祥的座位排在孙皇后之前。你可以理解成前任坐主位，现任坐旁边。这不是个人情绪，而是制度立场。在正统逻辑里，胡善祥是原配，孙氏是替补。哪怕她已经是皇后，这个标签依然不会消失。孙皇后的故事其实很简单，她不是被制度偏爱的人，而是在关键时刻踩中了制度所有有效条件的人。她赢了位置，但没有赢得完全的认同。制度可以给你位置，但不会给你偏爱。制度给位置，策略定命运。如果你想把这个过程看得更清楚，我已经把关键3步拆成了3条短视频，可以直接在频道里看。如果你是孙氏，在制度面前拿到了位置，却换不来承认，你会后悔跨过那道门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同样是在这套制度里，有人一开始就站在正确的位置上，不需要破例，也不需要证明。下一期我们讲张皇后，看制度如何偏爱正统。关注我，解锁历史人物的制度生存图鉴。